呢叫雷港公园啊，当然它应该也是属于千灯湖景区的一部分。现在呢，我左转来到了南海大道啊，从南海大道北啊到南海大道中，我相信呢方向是没有错的啊。这里呢已经是南海大道中了。现在呢正好赶上啊5点多钟大家下班的时候，可以看到佛山的主要街道上面也是人流车流、电单车流啊络绎不绝。终于呢看到牌上写着前方城村2个字，很长的一座桥啊，现在爬到了桥顶，对面呢碧桂园，看到我们启福新村都已经亮灯了啊。嗨，大家好，现在我的身后呢是千灯湖公园啊。我现在呢从千灯湖公园南门骑出去，然后准备呢去一个叫亚洲艺术公园的地方啊。相信呢那边离城村花卉市场就不远了。好，现在呢我从这边骑出街去啊。原来我的身后呢叫雷港公园啊，当然它应该也是属于千灯湖景区的一部分。原来我从这地方出来了啊。你看啊，这个佛山的过街人行道也做得那么欢喜啊，很漂亮的感觉啊。
现在呢，我左转来到了南海大道。我看到右侧呢，这边其实也有地铁站啊。桂城站。刚刚我看了一下手机啊，电量已经不足了，只有10%几了。因为等一会儿要坐地铁呢，必须要用手机来扫码。今天又没有带钱包啊，也没有现金，所以呢，就稍稍有点尴尬啊。所以不得不改变一下计划，打算呢从这边啊直接骑下去，骑到花卉世界啊，就城村的那个站，大概呢40多分钟。那我现在呢就完全没有导航啊，凭着感觉看能不能找到那个站，然后才打开我的手机扫码支付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打算啊。希望这个路可以走得通。从南海大道北啊到南海大道中，我相信的方向是没有错的啊。挑战一把啊，看能不能找到我想要找的花卉世界地铁站。正好呢，把这个当成我今天骑行的最后一段。
美团点评、抖音均有活动，欢迎光临，与您有约。这里呢已经是南海大道中了。哪里？现在呢，正好赶上5点多钟，大家下班的时候，可以看到佛山的主要街道上面有是人流、车流、电单车流络绎不绝。这边呢，完全就是一个新街区的模样啊！马路非常的开阔，马路两边呢有河冲，有非常新的居民楼，就感觉这边应该是大家安居乐业的地方。
终于呢看到牌上写着前方城村2个字，相信呢方向肯定是没有错的。但这条路啊比我想象的要长很多，到这边呢还是南海大道中。今天第3段的骑行呢，就是在佛山的那种大道上骑行，但是呢边上还是有水啊，你看右侧就有一条小河。过了桥呢，就应该来到了城村地界了。好。
长的一座桥啊，现在爬到了桥顶，对面呢，碧桂园。刚刚从一座大桥上下来啊，谁知道那个内存卡居然用完了，下桥的时候啊不方便更换啊。现在下了桥，然后呢也看了一下地图啊，要节省的电啊，看了我就把它关了。应该这前方还有2-3公里的地方就是花卉世界地铁站了。其实这边就有一个地铁站，我估计都在一条线上，但是我还是想有始有终啊，就骑到花卉世界地铁站再说。加油！这里是登州路地铁站。其实也是2号线地铁站那个。在去城村花卉世界地铁站的路上，看到我的手机的电量啊已经非常有限了，我怕它突然就断电，所以不得不改变主意了。现在再回到刚刚看到的登州路地铁站，因为他们花卉世界就差一个站，那我觉得这边呢进地铁走过的话呢，买地铁票啊支付就成了问题了。好，在这边进地铁了。好，现在呢回到了祈福新村的市广路地铁站了，夜色阑珊了。看到我们祈福新村都已经亮灯了啊。今天呢，真的非常有意思的一段骑行经历啊！搭乘的广州和佛山联运的地铁，去到了佛山，去到了佛山的老城区旅游景点，同时呢，也去到了他们的新城，就千灯湖周围的那些现代的景观啊。就感觉佛山好像得到了新生。其实佛山有很多个镇啊，都建设得非常不错。以后有机会可以一个一个的去访问，就以这种单车这样地铁的方式，我就觉得非常好。好了，现在呢回到村里了，已经是吃晚饭的时间了，回家洗澡吃饭啊。非常美满的一个下午，分享给大家，祝大家愉快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，我们下次出行再见，拜拜。